仔细看，这个女人喝下的这杯茶是由西域草乌头炼制，含有剧毒，连续服用后就会神志不清而死。女人明白，可她就得喝，原因是当朝大王的意思。女人是王后，可却被大王暗中发现，王后居然和太子有不正当关系。于是大王便起了杀心，命令太医蒋义儒毒害王后。蒋义儒便让女儿蒋婵下毒，竟得知自己女儿和太子有了感情。蒋义儒得知后非常高兴，告诫他草乌头的事儿不能吐露半字，不然大王要灭九族。日复一日，王后每天开始毒发，经常手抖不停，昏迷过去。王后虽然察觉到茶不对劲，但是想要静观其变，便还是喝下。要说大王为啥这么狠，那是有原因的。大王本来是个都尉，他领兵造反夺得王位，为了巩固地位，他赶走了太子的生母，声称前妻已死，随后娶了梁国公主，生下元节和远程两人，得到了梁王的支持。但大王一直对前妻念念不忘，还在房屋中挂了前妻的画像。谁知王后竟然爱上了太子元祥，王后一片真心，可太子胆小懦弱，想退缩摆脱继母。王后愤怒离去迎接大王，大王征战归来，面见了二王子元节。大王最为看重二王子元节，因为二王子是唯一一个带兵打仗的王子，和大王极其相似。大王一剑挑飞侍卫的剑，落入元节手中，知道父王是想比剑，元节二话不说直接出手。元节不断变换招数，移动位置，可大王却能稳坐应对，出手老辣。随着两人交手，以大王夺取元节兵器为胜。元节跪拜，大王却一剑架在了元节脖子上，告诫他天地万物给了才能要，不给不能抢。随后元节就去拜见王后了，马上就是重阳节了。王后正在绣菊花，却是突然发病昏迷过去，已经第3次了。元节担心不已，而此时的皇宫已经处处铺满了灿黄的菊花，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的黄色。而中央的菊花台上，大王与家人们登高饮酒，讲着君臣，说着规矩，字里行间处处透着话里有话。而大王告诫王后喝药，王后说自己没病，但大王却说这是规矩，吃药就需按时按量。随后来人递药，王后看着杯中的药，明知药里有问题，却不敢不从。元成、元祥怕王后身体不好，纷纷跪地求他喝药。元节却跪地恳求大王，表示母后不想喝就不喝了吧。大王想毒害王后，怎么会同意？无奈王后只能喝下。这时元成表示想当今年重阳的执令官，想历练一下。可大王听后扭头便把执令官交给了元节，而他重视元节，也和元祥沟通了，表示元祥是自己最喜欢的儿子。元祥亲母早逝，而他又常年征战在外，难免对元祥疏忽，而他把元节召回，就是想改立太子。大王表示如果元祥不愿意，他可以不这么做。可怯弱的元祥却说没事儿。随后元祥在回去的路上遇到蒋婵，两人互相有了感情，打闹在一起，非常快乐。不料这一切被王后得知，王后气愤地赶来，正好看到衣衫不整的元祥。这个男人衣衫不整，仿佛刚刚做了什么。他的养母十分生气，随后把同样衣衫不整的蒋婵叫出，便要以蛊惑太子、秽乱东宫为由，要处罚蒋婵，要杖打20，面颊刺字，逐出宫门。太子元祥一听，直接跪地求情，求王后放过蒋婵。王后思索一二，表示看在另一个人的份上，可以放了蒋婵，暗指这个人就是太子元祥。随后王后在回去的时候毒性大发，一番忍耐，回去继续绣着重阳节的菊花。正在此时，一个黑衣人走了进来，他告诉王后，毒药乃是西域草乌头，连吃数日便会神志不清而死。王后听后非常心痛，而黑衣人不求钱不求权，求的就是让王后替他报个仇。随后黑衣人离去，王后继续绣着菊花，却是在发泄。而另一边，黑衣人正巧遇到了太子元祥，元祥以为黑衣人是来刺杀他的，直接出手，两人你追我赶。随后黑衣人被拿下，带到大王面前，竟然是太医蒋义儒的内人。而大王看到黑衣人的面容大惊，马上让手下松绑，并让他们出去。原来蒋内人竟是大王的前妻，也是太子元祥的生母。大王当年为了得到梁国支持，把蒋内人一家坑害入狱，而当时是蒋太医救了他，来此就是想见一下儿子元祥。说着便看到了自己的画像挂在墙上。大王表示过去欠下的他会尽力弥补，随后把蒋义儒提拔为肃州刺史，出宫赴任。看着蒋义儒一家离去，王后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
为大王前妻的画像上了香。一番交谈，王后好像发现了刺客就是大王的前妻，一声告辞，转身离去。随后，王后找上二王子元杰，把草乌头的事尽数告知。他的病其实是大王一直在下毒，王后不甘心这么死去，想让元杰在重阳之时带领大军逼迫大王退位。元杰虽然无法与父王刀剑相向，但不这样做，母亲就必死。元杰同意了。王后心系袁祥，亲自绣了一副菊花符，想让袁祥避开这次的动乱。袁祥不明白王后到底想干什么，直接骑马出宫找上了蒋禅。两人聊起了绣菊花的事儿，发现王后要兵变。而这时，蒋义茹和蒋内人发现太子竟然在自己女儿的房间里。蒋内人大惊失色，直接把袁祥赶走。两人应该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所以蒋内人才有如此反应，不让蒋禅和太子来往。可蒋禅不知，他想到刚刚袁祥的话，这宫里怕是要出大事儿，直接骑马就要去找袁祥。而他刚走，蒋义茹和蒋内人便遭到了刺杀。两人拼了条出路，可奈何刺客追得太近，蒋义茹直接下马牵制追兵，协助蒋内人逃了出去。而同一时间，袁祥找上了王后，质问她要什么时候兵变。这个女人一会儿准备兵变，她对于自己的养子产生感情。面对男人的质问，女人也没有瞒他，一五一十的都说了。太子袁祥急了，大骂王后是个疯子，但他没法对王后怎么样，于是他一刀刺晕了自己。大王看着脸色苍白的袁祥，表示袁祥和王后的私情他已经知道了，觉得一定是王后勾引了袁祥。袁祥大哭，便把王后要兵变的事情全部说了出去。而正好袁杰也在和王后聊这事儿，表示他要把兵变的事儿说给了袁祥。袁祥会告诉大王吗？王后表示就赌一把。殊不知大王已经全都知道了。这天重阳节到了，大王和王后面带笑容携手开幕，众王子陪伴两边。而蒋禅赶到时却被暗中的护卫拦下，幸好逃出来的蒋内人赶到，两人来到大殿上质问大王为何杀他全家。在场的人一头迷雾，大王表示蒋内人不该为王后做事儿。窗户纸被捅破，王后直接说出蒋内人就是画像上的那个女人。袁祥崩溃，蒋禅不敢相信，原来他俩竟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直接大叫着夺门而出，却被门外的护卫杀死。蒋内人追出也惨遭毒手。随后就是一堆身穿黄金甲的大军冲入，每个人都带着一个菊花刺绣，领头的赫然是二王子元杰。而大王和王后也撕破了脸，王后不再忍受，脱下锦衣。大王问他还想干嘛，突然袁祥就被人刺穿，一看赫然是三王子袁成。袁成早就知道了王后的私情，也知道元杰要兵变，当即就要上位，却不知大王头上有人。几个黑人特工下来，瞬间便解决了袁成的护卫，而袁成被大王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死。而广场上，黄金甲士已经兵临菊花台，踩着满地的菊花向前冲去。早有防备的大王直接派出李将军的重盾兵，拦住了元杰的大军。双方大军交战，金甲以兵器架起梯子，上到元杰之上交战。元杰在敌军中越杀越猛，却不料李将军还有部署。大量的弓箭手浮出水面，以高打低，把地面上的黄金甲军打得溃不成军，血染菊花，完全的瓮中之鳖。不一会儿就已经尸横遍野。而元杰从尸体中爬了出来，面对蜂拥而至的大军，元杰奋力杀敌，而李将军的部队被命令不准伤害元杰，只能生擒。元杰偶然回头，却是王后哭泣着站立在远处。一番厮杀，元杰力竭被擒。随后元杰跪在王后身边，说着自己无能，便拔剑自刎，血溅进了毒酒里。大王不为所动，而王后看着自己身前的毒药，尖叫着把杯子打入空中。重阳节，一家人的摆桌欢乐，最终演变成为一个人。自古君王多无情，家人可能对大王只是个过客，而他可能还会霸气地傲视天下吧。